老郑，老郑，你就别难过了，那就是一场梦。我们听叶哥的准没错。叶哥，冯一哥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咱的另一部电影要杀青了，让我们过去参加一下杀青仪式，顺便我去看一下我妹妹雨珊，你去不去？我和老郑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过去吧。行。宋思晴，宋思晴。老郑，你快看！宋思晴。郑总，你最近应该没有关注娱乐新闻，她是辉煌娱乐旗下的艺人宋思晴，最近特别的火，被粉丝称为新生代国民女神。而另一边的叶松看到宋思晴也是一愣，在他的前世记忆中，宋思晴这位所谓的国民女神，很快就会因为某些家庭矛盾而跌落神坛。这种对普通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在这些明星身上却会被无限放大。当然，真正压垮宋思晴的不只是她的家人，还有那些竞争对手，以及一直在暗中搅弄风云的资本家。宋思晴一直都是一个很清白的女明星，到最后却被贴上了私生活混乱的标签。人红是非多，这句话用在宋思晴身上再适合不过了。老张，你和宋思晴认识吗？认识。不认识。我和你提到那个北周国宋家大小姐也叫宋思晴，而且她两人长得很像。不能说是像，感觉就是同一个人。叶松看了看郑天河，随后朝冯一哥道：冯导，龙星娱乐缺不缺这样的艺人？我要是把宋思晴挖过来怎样？郑天河眼前一亮，叶董，宋思晴现在的广告代言费就高达1000万，拍电影的片酬更是高达数千万之多，你想把她挖过来，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？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眼看宋思晴即将离去，叶松高声喊了一句：宋小姐。思晴需要准备工作上的事情，需要签名或者合照就等下次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来要签名的，我是想要跟宋小姐谈一下合作。合作？这位先生是？我是龙星娱乐董事长叶松。无暇高的董事长叶松。对。原来是叶董，久仰。叶董是打算让我代言乐资旗下的产品吗？代言乐资旗下的产品，这是其一，其二是我想邀请宋小姐加入龙星娱乐。是这样的，叶董，您应该知道，我接不接代言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，这需要您和我的经纪公司交谈。还有，我现在的合约还没到期，暂时不会考虑转公司的问题。宋思晴的声音很轻柔，而且带着一点沙哑，非常好听。不等叶松说话，当然，我个人是很乐意接这次代言的，无论是因为乐资的信誉保证，还是因为对叶董个人的敬佩。叶松笑容更浓，宋思晴能混到顶流的程度，不仅与她的长相和实力有关，情商一样很高。可惜的是，这一切都敌不过至亲之人的摧残。我明白宋小姐的意思，就是提前给你知会一声，你公司那边我会搞定，主要是你个人最好先整理一下最近的工作，我和你公司谈妥之后，你可能就要尽快赶往山青市这边了。没问题。宋思晴答应得很爽快。回到剧组临时办公室后，叶松又给宋思晴的经纪公司打去了电话。我很忙，有事快说。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，听起来大约40岁左右，还带着浓浓的不耐。他就是辉煌传媒执行总裁高升。辉煌传媒作为国内顶级的娱乐公司，旗下光是顶流艺人就高达20位之多，其他一线、二线明星更是数不胜数。高升身为执行总裁，地位仅在董事之下，年薪超过1000万，也的确有嚣张的资格。高总这么忙吗？他对于这个高升并没有什么好感，在他对前世的记忆中，高升此人极其好色，一直对宋思晴有那方面的想法。宋思晴出事的时候，高升还以宋思晴的前途威胁宋思晴妥协，因为宋思晴的断然拒绝，导致了从那时候开始，宋思晴就被彻底雪藏起来。闹到最后，宋思晴不仅被彻底踢出了娱乐圈，更是赔偿了公司一大笔钱，并且背上了数千万的债务，用倾家荡产来形容都不足以。你是谁？龙星集团，叶松。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，紧接着高升便问道：龙星娱乐的那个龙星集团？要不然呢？国内还有第二个龙星集团吗？原来是叶董。高升的口气立刻不一样了，没有丝毫不耐，反而充满客气，似乎还有些许紧张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他高升再牛，也只是个给别人打工的。别说是他，就算辉煌传媒的董事长来了，在叶松面前也不敢大喘气。不好意思，没想到叶董会忽然给我打电话，刚才语气不好，还望叶董见谅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邀请宋思晴为龙星制药这边代言。宋思晴，叶董，宋思晴最近有点忙。我联系过他了。是这样的，叶董，艺人对于很多通告可能不清楚，我们这边也没有提前告知宋思晴，所以才会闹出这种差错。有多忙？我就问你，这个代言宋思晴能不能接？跟高升这种人交流，叶松懒得去拐弯抹角。
叶董，您可能不知道，这段时间宋思琴这边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们需要把这些事彻底处理完之后，才能……我不管宋思琴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就要她过来给我代言。叶松没有再去回忆宋思琴出事的时间，却也知道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还是开始发生了。叶董，我希望您能首先考虑考虑，如果我们这边的艺人给龙星代言，能不能有所效果？毕竟我也不希望叶董这钱白花，毕竟宋思琴身上现在的确有了不少麻烦。叶松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。你大可不必担心，宋思琴哪怕真有什么麻烦，我也能帮她解决。这种麻烦，叶董恐怕解决不了，那不是钱的事。高升，我好声好气的对你说话，不代表我在求你。我跟你说最后一遍，让宋思琴过来给龙星代言，该给的代言费我一分不少，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电话那头，高升脸色微微一变。他虽然和叶松没有利益上的交集，但叶松这种层次的人物，终究还是让他得罪不起。前面刚弄倒了一个市值200亿的科华钢材，后面又干掉了一个近100亿的陆氏国际。先不说他高升只是一个打工的，就算他是辉煌传媒的董事长，敢因为这么点事和叶松对着干嘛？如果把事情闹大了，将来给辉煌传媒增添什么麻烦，高升必然吃不了兜着走。叶董只是让宋思琴过去代言，还是……高升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要乱说。是我误会了叶董，叶董见谅。我把话放在这里，3天之内我要见到宋思琴。至于代言费，你直接跟乐资日化的办公室主任谈。高升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，眉头忍不住皱起。什么东西？真以为有2个臭钱就上天了？他刚说完，办公室门就被撞开了。高升一看来人是自己的助理，本就心情不好的他，顿时呵斥道：“着急忙慌的，急着去奔丧吗？”高总，那个老家伙又来了。哪个老家伙？一口气把话说完。宋思琴的父亲宋建中，不只是他，这次来了一大帮人，说是跟宋建中一个村的，要来帮宋建中和他老婆讨个公道。都他妈没完了是吧？上次宋建中就去宋思琴家里闹了一次，这次又来，还是跑到了公司，以为公司是他家开的。助理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这帮没文化的土包子，真以为公司是宋思琴开的，上来就要找我们老板，说什么我们要是不让老板出来，他们就住在公司里不走了。放他娘的狗屁！他们又不是公司员工，凭什么住在这里耍无赖呢？这明显就是耍无赖啊！”高升神色一冷，狠狠地瞪了助理一眼，助理顿时缩了缩脖子，闭嘴不说话了。他们在哪里？大厅。带我过去。